Kira， 好久不见。是啊，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2年前，在纽约的 Central Park。哎呀，你可算回来了。这几年国内发展好，就回来了。咱们上一次说那个合作啊，咱们这一次必须得搞定。这次合同必须得签。哎，之前签的那些聚会必须都聚起来。干嘛呢？都喝酒呢，等你。对。来，请。干了吧！来。没有打扰你们吧？许源的丈夫，金达集团的沈总。沈总你好。你好。久仰。那你们先聊，我就不打扰了。这条礼服好好看。好看吗？蒋云总给我挑的，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今天跟许源聊得很开心，一见如故。那就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让许源给您做过专访？就当做给新主播一个机会吧。你想采访什么主题呢？精英访谈，无外乎就是问一个成功人士如何看待成功。但如果是您接受我的访谈的话，我就想要知道，曾经的记者经历在您的创业路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兴趣吗？边走边聊吧。走吧。擦擦嘴。我跟远航基金的合作已经谈妥了，你没有必要再同行讲量。合作才刚开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只要是对你有用的关系，我都会竭尽全力去给你维护好的。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没用。许源真的很厉害，漂亮，聪明，有能力。蒋云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人，我连找他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许源3言2语就把他搞定了，我这越来越能感觉到为什么他这么吸引你。我真的比不上他。喝杯热牛奶，暖暖胃。谢谢，浩明哥。沈总，我先送他回去。另一边坐在车上的方磊并没有喝醉，他十分清醒地跟旁边的人说着，这么多年来，他的心里只有沈浩明，从前是，现在是，以后也会是。
尽管以前姐姐在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可他心里还是忍不住喜欢沈浩明。一旁的男人一直都喜欢方磊，听着他的这番话，便耐心地劝说着他。他有妻子有家庭，夫妻感情又很和睦，你和他之间是没有可能的。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与此同时，回到家的沈浩明拿出那条手链，回忆着和初恋的种种。就在他沉浸在回忆中无法自拔的时候，许岩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维。你让我采访蒋总的事，怎么不提前问问我？许岩不理解沈浩明为什么那么信任自己，但听到他说自己是最好的，心里很是高兴，将那点怀疑全部都消散了。隔天，蒋家姐弟找到沈浩明提出合作，但却表示他不是他们心中理想的合作对方。此刻的沈浩明并没有慌，而是拿出昨晚拍的照片，表示许岩现在是公众人物，他的形象和公信力影响巨大。这张照片刚发上去就上了热搜，而且还推动了两家的股票上涨，足以证明与他合作只会赢不会输。而就在蒋家姐弟以为沈浩明做的这些都是迫不及待想要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却被他反将一军。现在投资给我的刚好也是4家公司，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远航？那我等你们电话。沈浩明走后，蒋云觉得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因为这次事情的成功，沈浩明再次送给许岩一份礼物。看着手中厚重的礼物，许岩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他为沈浩明的用心而感动，另一方面则是内心的愧疚。礼物越贵重，他内心的负担就会越重。那些编织的谎言终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很快到了许岩的生日，沈浩明特意准备惊喜给他，可却因为方磊的一通电话给破坏掉了。原来方磊为了破坏两人，故意打电话给沈浩明，说自己已经见过浩辰了。沈浩明无奈之下只能先去找他。刚进来，方磊就以此为要挟，让沈浩明跟自己在一起。可沈浩明根本不喜欢他，他让方磊看在姐姐的份上放过自己。谁知方磊竟然直接拿起药全部喝了下去，嘴里还说着要去找姐姐。沈浩明见状夺过瓶子看了看，顾不得其他，立刻抱起方磊送他去医院。而此刻在工作室等了许久的许岩还在等待着沈浩明。不久后，沈浩明回来了，许岩以为他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耽搁了，并没有多说什么。许我耀眼中的沈浩明算是我看过的国产剧最有心计的男主了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装作一副深情的模样欺骗许岩，还可以跟初恋的妹妹逢场作戏，直到将两人的价值全部利用完，然后丝毫没有留恋的直接抛弃。沈浩明，我这么爱你，你把我当疯子！我告诉许岩，我还告诉我被你动过什么？在沈浩明的眼里只有事业，从来没有感情。许岩这样的纯爱战士，在他眼里就是有利可图。不仅仅是因为许岩刚开始就欺骗了他，还有出身豪门的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爱。不久前，沈浩明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他背地里调查了即将合作的世丰集团。在签约的时候，警方以行贿罪的名义将世丰集团的董事长带走了，沈父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公司的股票也断崖式下跌，这些都让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这时沈浩明却站了出来，他向父亲表明自己的新项目已经得到了远航基金的支持。沈父听完后很是惊讶，因为他明白这些人这些事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久居商场的他立马就反应过来，儿子早就有了周密计划。沈浩明见状也不再隐瞒，他表示自己早就对世丰进行调查，公司内部出现了极大的问题，暴雷是迟早的事。而为了让公司的股价回暖，沈浩明决定对外放出与首科合作的消息。这条新闻就是许岩的节目播出。这一番操作让沈父认可了儿子，渐渐的让他开始接手处理公司的事情。而沈浩明杀伐果断的手段，第一时间就是开除在公司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人。吴叔得知自己要被开除的时候愤怒至极，可沈浩明早有准备，他将这些年老吴在公司这么多年利用职务之便在美国和澳洲购置的房产全部都罗列了出来。老吴对此无话可说。晚上许岩来到公司准备和沈浩明一起去吃宵夜，这时老吴却过来了，他声泪俱下的哭诉着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公司的贡献，希望沈浩明不要开除他，甚至跪下来求他。但沈浩明丝毫没有心软。你做这些事情之前就应该想到后果，留在公司是不可能的。沈浩明的这番话看似是跟老吴说的，实际上也是有意让许岩听。而老吴见这招行不通，竟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刀。走在后面的许岩发现后及时推开沈浩明，自己却被划伤。而沈浩明反应过来后立即将老吴给制止住。隔天沈浩明直接拿出附属卡作为奖励送给许岩。我不想要这个卡必须带手下来，还有其他礼物呢。看着接了电话就匆匆离开的沈浩明，许岩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自从跟蒋云的合作谈完后，沈浩明对他的态度远不如以前，但他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殊不知沈浩明都是利用他而已。沈浩明离开后去见了方磊的父亲，因为他的新项目需要方府的支持，所以他尽可能给方磊条件，在他面前释放男性魅力，不仅关心他的身体，还送他回家。突如其来的示好让方磊瞬间陷入了恋爱之中，甚至在许岩面前秀起了恩爱。这一刻许岩觉得自己像个背景板，他找到姐姐诉苦，说自己的丈夫好像变心了。之前两人之间无话不说，可现在两个人感觉像中间隔着一块玻璃，能看到彼此却靠近不了对方。他可能累了呢，对吧？
今天好不容易我们两个聚在一起，不提他，喝酒。另一边，方磊陪着沈浩明签下了远航基金。沈浩明送他回家，方磊拉着他就要吻上去，而面对他的靠近，沈浩明并没有拒绝，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手机，直到助理打来电话通知他顺利和方家签约，这才露出了真面目。现在才是真正的尘埃落定，你表现得很棒，今年的年终奖你肯定非常满意。听完这些话的方磊才明白，这段日子沈浩明一直在利用自己，现在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就开始过河拆桥。可恋爱脑的方磊依旧抱着沈浩明不让他走，怎料沈浩明丝毫不留情，直接将他交给律师处理。你蓄意破坏这种家庭，你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所有的证据和录音都在这儿，所以我想奉劝你，你还年轻，需要明媚的地方还有很多。其实，浩明跟浩辰根本不是亲兄弟，而是亲父子。方磊为了报复沈浩明欺骗自己的感情，将沈浩辰的真实身份说了出来。起初许言根本不相信，认为方磊为了破坏他和沈浩明之间的感情编造出来的谎言，可方磊却能将其中的细节全部都说了出来。原来沈浩明在伦敦读书的时候认识了方磊的姐姐，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后来方磊姐姐意外怀孕生下了浩辰，但当时他们的年纪还小，所以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沈家接走。沈父担心未婚生子传出去不好，再加上知道的人不多，便对外宣称浩辰是他们的第二子。再后来方磊的姐姐因为潜水去世后，这件事就成为了永远的秘密，只有方磊、沈浩明和沈家夫妻知道。许言听完后大脑瞬间宕机，他不知道方磊说的是真是假，而方磊接下来的话让许言更是震惊。你生日那天，浩明在我家里，他应该没有告诉你我和他做了什么吧？听完这些的许言强装镇定，表示他相信沈浩明，只要他没有亲口说，自己是不会相信方磊所说的一切。怎料方磊继续刺激许言，表示浩明哥一开始就不是找老婆，而是一个能够印在结婚证上的名字。许言更好在那个时候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既没有背景又好拿捏，还能帮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但你也算聪明又有野心，最近当上主播，正好可以用来宣传他的事业，他的为人。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一切，许言开始慌了，一切都串联了起来。而看着许言难以接受的表情，方磊继续刺激他，说他能考上新闻主播的位置，也是沈浩明在背后动用了很多关系。听完这些的许言眼含热泪，整个人很是崩溃，以至于浩辰向他走来，他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回想起沈浩明跟他说的种种，他的内心开始动摇，但他还是想听丈夫亲口跟自己说这些。晚上回到家，许言看着正在忙着做饭的沈浩明，直接说出了方磊告诉自己的事情。沈浩明听完后也不再装了，他坦白了沈浩辰是自己的私生子。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任何影响我们之间感情的话都没有必要说出来吗？那你打算要瞒多久？一辈子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听着许言说的这些话，沈浩明转身来到保险柜，拿出一叠资料，直接甩到桌子上，揭开了许言的真实面目，并表示当初刚认识许言的时候，他的外形和品质都是自己喜欢的，而且沈母是个极其挑剔的人，很少有女生会取得他的欢心，但许言做到了。再加上许言是个聪明且懂得忍耐的女人，如果她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千金，可能他们不会容下浩辰，但有弱点的许言可以。还有就是许言有野心，可以助力自己的事业。我是骗了你，但难道我没有大方给过你任何的支持吗？在沈浩明心里，他们各需所需，不必抱怨，是自己帮许言节目冠名当上新闻主播。当林涛闹事的时候，向银行领导施压，周泽远用身份要挟许言，自己则调查罪证送他进监狱。沈浩明觉得他骗了许言，所以愿意花钱买下他所谓的谎言，而他只希望许言做个完美的妻子，助力他的事业，照顾他的家庭，而他作为一个丈夫，尽自己该尽的责任，祝许言事业有成。听完这些的许言一脸冷漠地看着沈浩明，觉得自己先前的爱恋和愧疚就像个笑话，但他还是问出了自己一直想要知道的问题：你有真的爱过我吗？从一开始知道你是骗子，我就不可能动心。此刻的许言终于明白了一切，之前沈浩明对他的所有奖励，原本他以为那是对自己的爱，可现在看来就仅仅只是完成任务的打赏而已。你可以理解成是我对你符合我条件的一种认可。许言，你再怎么纠结，就显得不够聪明了。沈浩明也不再装了，直接跟许言摊牌，两人各需所需，他需要有人帮自己照顾家庭，助力事业，许言想要当上主持人，他们之间本就是利益共同体。而许言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每做对一件事情，沈浩明都会挑选一些昂贵的礼物送给他。他本以为那是爱，却没想到那只是两方合作之间互惠互利的报酬罢了。听着沈浩明句句不爱自己的话语，看着桌子上的那一沓资料，许言心如死灰地离开了这个房间。他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回想起两人之间的种种，终于确定了丈夫对自己没有任何爱情。就在这时，沈浩明找了过来。此时看着沈浩明，想起一句话：你在众人之中，暮色深浓，无法辨认，不会再相逢。沈浩明上来开门见山，询问许岩有没有想清楚。此刻的许岩无比的平静，他表示要是想离婚的话，自己也会同意的。可沈浩明要的并不是离婚，现在他的新项目和公司正在起步中，不希望被离婚影响到，所以他还是希望许岩能和自己继续扮演恩爱夫妻。但真正动心的许岩自然是不肯的，他不希望跟沈浩明继续这样貌似神离的做一对假夫妻。怎料沈浩明直接以许岩的工作作为要挟。你现在还没有正式转入新闻岗，你应该不希望当中会出现什么差错吧？听完这些话的许岩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像个烫手山芋一样，甚至想要脱离。随后许岩回到单位，录制完新闻后，听到了主任表扬自己，还让自己继续做下去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沈浩明说的也没有错，自己做的这份工作确实能够为他提供顺风顺水的信息途径，而且这一切确实也是沈浩明给他的。他彻底想通了，于是回到家特意做了烛光晚餐，并放低姿态，想要挽回这份感情，表示自己可以做好一个妻子的角色，也可以接纳浩辰，但只求一点，希望沈浩明能够相信自己对他的爱是真的，无关身份和地位。然而面对许岩这么卑微的示爱，沈浩明却无动于衷。你还是图名或者图利吧，这样我还会觉得你真实点。就像你说的，我们之前说好的，无论在工作或者在家里，我们各司其职，互利互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在沈浩明眼里，许岩就是个图名又图利的人，他不相信许岩对自己有真爱，所以许岩现在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演戏罢了。而此刻的许岩也彻底死心，他明白狼来了的道理，撒谎太多次说真话的时候，没人再相信。许岩就这样跟沈浩明两个人一起成为了表面的夫妻。看到沈浩明一个劲儿的在记者面前伪装两个人十分恩爱的样子，面对镜头许岩有点说不出话，甚至觉得丈夫在镜头面前在暗暗的点自己。沈浩明为此很是生气，他像对待下属一样对许岩，让他在第二天的慈善会表现好点，不要让人看出来。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谢谢沈总。就在两人准备睡觉的时候，律师打来电话说方磊要自杀。原来方磊这几天一直联系沈浩明，沈浩明并没有理会他，所以他才想出了这种办法。而沈浩明接到电话后就匆匆赶往现场，面对方磊的要挟，沈浩明丝毫没有怜惜，只有厌恶。他直接将方磊踢出新项目的参与，说完冷漠的离开了。晚上参加慈善会的时候，许岩彻底不想再配合沈浩明，他故意将方磊拉到身边坐下。沈浩明出声制止，许岩丝毫没有理会，甚至开口让方磊有时间多帮他照顾好命哥。这些话让方磊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沈浩明看到许岩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只是沉默也没说什么。而在拍卖的时候，许岩更是拿着沈浩明的钱，用最高的价格买下一个钻石戒指，160万，左边出价160万了，朋友们还有没有加价的？160万，第一次300万。他在拍卖会上用沈浩明的钱拍下天价钻戒，然后很是大方的送给了方磊。拍卖会嘛，争来抢去的，不过就是个由头，煽心为重，所以在这里呢，不会有什么好东西。许岩这番话看似是在说钻戒，实际上是在暗指沈浩明，老娘现在不爱了，他就是个不值钱的，让方磊随时拿走。而沈浩明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许岩，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默默任由他胡来。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沈浩明警告许岩适可而止，但许岩丝毫不在意，还拿他曾经说过的话对了回去。大方点，你说的。无人知晓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次日夜晚，老家的平静被一则电视采访打破。姥姥在屏幕上看到了许岩参加那个项目开工仪式的身影，她站在沈浩明身旁，面容却显得异常憔悴，眼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落寞与疲惫。这位自幼看着许岩长大的老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孙女脸上的每一丝细微变化，心中不禁泛起阵阵忧虑。他似乎从许岩那冷漠的表情中读出了这些日子以来孙女所承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与挣扎。与此同时，许岩正坐在新闻后台的化妆间内，对着镜子用卸妆水缓缓擦去脸上的妆容。随着妆容的褪去，他的眼泪也不受控制的滑落。自从向沈浩明坦白了一切之后，他便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无助之中，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他一无所知。就在这时，姥姥的电话打了过来，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给予了他一丝慰藉。妍妍，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呀？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没什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你好像不太开心，
电话那头姥姥的声音充满了温暖与关怀，她的话语如同春风拂面，让许岩紧绷的神经得到了片刻的放松。姥姥提到了希望许岩能够好好照顾自己，还建议让沈浩明陪她去旅游放松心情。但许岩的心中却有着更为迫切的愿望，他想要回到姥姥身边，感受那份久违的亲情与安宁。姥姥虽口头上说自己过得很好，还催促许岩抓紧时间生个孩子，让自己能早日抱上外孙，但许岩知道这些简单的愿望或许已难以实现。回到家中，许岩的目光被冰箱里那瓶熟悉的桂花酱吸引，那是姥姥亲手制作的，承载着无数温馨的记忆。他本想取出一小勺回味那份甜蜜，却不慎失手，将瓶子打翻在地，桂花酱洒了一地，如同他此刻破碎的心情。次日清晨，许岩决定即刻启程回家看望姥姥。然而当他踏进家门，迎接他的却是空荡荡的房间和紧闭的门扉。正当他疑惑不解时，邻居来到了家中，告诉许岩发生了什么。哎呦，妍妍，你可算回来了！昨天晚上你姥姥晕倒了，我们赶快给她送县城医院了。许岩顾不上多想，立刻驱车前往医院。在病房里，他看到了昏迷中的姥姥，心中充满了自责与愧疚。母亲告诉他，姥姥是间歇性脑缺血发作，幸好送医及时，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此刻姥姥需要的是静养与陪伴。在许岩的坚持下，他留了下来，独自一人守在姥姥的病床前，看着这位唯一疼爱自己的人躺在病床上，生命如此脆弱，许岩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悲伤。他认为这一切的不幸都是因为那些无法言说的谎言所导致的。在这一刻，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要与沈浩明离婚，彻底结束这段充满谎言与痛苦的婚姻。夜幕降临，医院里一片宁静。谁让你回来的？醒了。许岩意外地发现姥姥竟然醒了过来，他看着眼前的孙女，眼中满是慈爱与关切。许岩向姥姥倾诉了自己的打算，想要在荆州为姥姥购置一处郊区的房子，让她搬来同住，以便更好地照顾她。但姥姥却看出了许岩的真正意图，她虽然感激孙女的孝心，但更希望许岩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因为自己而耽误了前程。她习惯了乡下的宁静与自由，不愿成为孙女的负担，于是便想着让许岩回去，不要耽误了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另一边，沈浩明在公司里得知了许岩打算离婚的消息，心中五味杂陈。现在是他转正的关键，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沈浩明很是自信，他认为现在是许岩转正的关键时期，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但很快就被打脸了。晚上，许岩直接拿着离婚协议来到沈浩明面前。这一刻，许岩不再害怕沈浩明的威胁，也不怕被戳破谎言，宁愿净身出户也要离婚。我们离婚吧，不要你一分财产。一旦离婚，你现在享受的豪车、别墅、司机、保姆、奢侈品，以及跟沈家所有关系的资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本来就不属于我，而且我现在不需要了。许岩终究还是提出了离婚，谁知沈浩明为了维护自己在公司的声誉，竟用他的事业作为要挟。然而许岩根本不怕，他直接给方磊打电话，利用激将法让他说出浩辰是沈浩明儿子的事，然后录音，以此来威胁沈浩明答应。是想要和平分手，还是鱼死网破？你来决定。沈浩明从来没有想过许岩是爱他的，在他眼里，许岩是因为名声接近自己，认定他既图名又图利。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许岩是因为那瓶桂花酱和那个卡通的创可贴而爱上了他。许岩离开沈家后，再次找到自己之前的房东，租到了自己刚来荆州时租的房子。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此刻的他心里无比的轻松。他终于不用伪装自己，不再害怕被人揭穿谎言，大大方方的活出自我。另一边的沈浩明也没想到许岩会如此决绝，他拿出一幅画挡住了和许岩的婚纱照。隔天，许岩找离婚律师商量离婚事宜，没想到却被孙思维看见。刚才那个男的他是律师吗？丁律师专打离婚官司的，他在律师圈很出名，他接手的都是顶级客户。很快这件事就在公司传开了，而方磊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他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了，便用父亲的名义约见沈浩明。怎料沈浩明看到他转身离开，方磊见状追了出去。与此同时，来采访的许岩正巧看到了这一幕。你什么时候才能看清楚啊？我才是最爱你那个。我们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许岩的这一巴掌真是打在了我的心巴上。方磊本以为许岩提出离婚自己就有机会了，可沈浩明根本不喜欢他，就算是离婚了也不会跟他在一起。另一边，许岩回到公司后，因为离婚风波传得沸沸扬扬，主任将他叫了过去，声称有人举报他在家庭背景上撒谎了，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许岩没有解释，直接提出辞职。现在的他不只是不想要工作了，甚至连沈浩明也不想要了。许岩如释重负地走出公司，然后来到沈家，向公婆坦白了一切。我这么喜欢你，这么信任你，你怎么能骗我们那么久？婆婆在意的一直都是许岩这个人，对于许岩的欺骗，她内心是纠结的，而公公则在意的
的是他们的离婚会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声誉。许岩听完后承诺，在手续办出来之前，对外他都会说去创业了。对不起。许岩真诚地向沈家二老道歉，他放弃了一切，也善意地向浩辰撒谎。他去创业工作忙回不来，沈母对于这个儿媳非常满意，她不仅能帮上儿子，还能将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看着许岩离开的背影，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楼上的沈浩明也同样如此，他没想到许岩得知自己不爱他后会如此的决绝。隔天，沈浩明跟黄总打高尔夫的时候，黄总提起了许岩，夸奖他聪明能干，就算是签约合作了，还挤出时间去看他岳母。他一直以为许岩只是为了合作才去接近的，没想到他还是会花费心思去看岳母，不停地夸奖许岩。他真的很不错，你们两个很般配，我能看得出来，作为家人，他是真心对你的。此刻的沈浩明会不会后悔呢？晚上，沈浩明回忆着他和许岩之间的点点滴滴。许岩帮助他完成合作，又帮他挡了老吴那一刀，这些举动都在表达着许岩是真心爱他的。他的内心无比纠结。而自从许岩离开沈家后，沈家就乱成了一锅粥。反应最大的就是浩辰。不吃了，一点也不好吃。我想吃嫂子做的龙井虾仁儿。他要创业，每天工作很忙，不能天天给你做饭。他创业就不能回来住吗？肯定是你惹他生气了，你还不承认？浩辰离开后，婆婆也没有了胃口，因为她早已习惯了许岩做的饭菜。沈浩明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却假装在饭桌上吃得很香，结果父亲也叹气地离开了。此刻的沈浩明这才意识到许岩在这个家里的重要性。另一边，在出租屋的许岩正在修水管，可他修理了半天也不见好，维修的人员也一直没来。正巧于一鸣过来帮他修好了。许岩一直以为于一鸣还喜欢自己，便明确说明自己不喜欢他。于一鸣明白他的意思，表示喜欢他的是18岁的自己，现在的他已经放下了，而且还喜欢上了乔林。原来两人在长久的相处下渐渐喜欢了上彼此。就在这时，沈浩明以送离婚补充协议的名义来找许岩。离婚补充协议书，给你看一下。我知道了，签完字我会闪送给你。正好我今天没事，做出来一条条对一下。沈浩明和于一鸣以这种尴尬的方式见面了。他就是你的老公。沈浩明宣誓主权，让于一鸣识趣离开，但他并没有吃醋，因为他早就调查过，于一鸣正在跟许岩的姐姐乔琳谈恋爱，但他还是警告许岩，离婚协议上有一条，就算他们真的离婚了，必须要经过自己的许可，才可以对外公布消息，让许岩务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然而许岩丝毫不惯着他，直接怼了回去。我也提醒你，明天就18号，民政局见。隔天，许岩和沈浩明来到民政局，却发现还有离婚冷静期。离婚冷静期？不知道政策啊，现在协议离婚都是有冷静期的。顾名思义呢，就是给你们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冷静到下个月8号。如果你们要是不想离了，就不用跑一趟了，这边会自动撤销申请。这个消息让两人都感到有些无奈，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各自回家等待。沈浩明回到家后，发现家中气氛异常压抑。弟弟沈浩辰因为吃不到许岩做的菜而闷闷不乐，他认为是沈浩明惹许岩生气了，才导致他离家不归。沈浩辰一气之下独自回到房间。沈母看着桌子上的鱼，眉头紧锁。她觉得这道菜远没有许岩做的好吃，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失落感。她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看上眼的媳妇，心情愈发糟糕，最终也生气地离开了餐桌。就连沈父看着一家人如今这个样子，也默默地走开了，只留下沈浩明一个人独自坐在餐桌前，面对着满桌的冷菜残羹。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许岩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远比他想象中的要重要得多。晚上，沈浩明来到沈浩辰的房间，他看着床上的相册，里面全是许岩陪着沈浩辰一起度过的开心日子。那些照片中的笑容让沈浩明不禁陷入了沉思。他开始意识到，许岩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后，便迎来了一场关于他加入董事会的投票。然而投票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一共13人的投票中，反对票和赞成票都是6票，只有沈父还没投票。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沈父毅然决定投下了反对票。我反对。7票反对，6票通过。沈浩明无法加入董事会。等到沈浩明跟着父亲来到办公室之后，沈父才说起了真正的原因。原来沈父之前在门外意外地听到了股东们对沈浩明的评价，他们认为沈浩明在英国留学期间私生活混乱，之所以能进入公司，完全是靠父亲的关系，因此他们不想让一个私生活不检点、靠关系上位的人加入董事会。随后沈父又说起了沈浩明在留学期间留下的种种问题，以及因为无法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而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甚至指责沈浩明欺骗父母有关许岩家庭的情况，导致现在家庭关系紧张，婚事也未能妥善处理。沈父越说越生气，他对沈浩明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去长安县把子公司工程延期的那个事情给我搞清楚，不弄清楚就不用回来。
此刻的沈父正在气头上，他将儿子派去子公司调查工程延期的事，还下令不弄清楚不准回来。沈浩明就这样被踢出总公司，来到又破又偏僻的子公司，没有秘书，没有华丽的办公室，吃住都在活动板房里。而负责人知道他被董事会拒绝，丝毫不担心。他这回下放到咱这儿，一不批钱，二不给人，干嘛来了？当太子爷来了？明摆着就是个气死。另一边的许岩求职过程很不顺利，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应聘主播带货。而让他引以为傲的播音腔，在老板眼里就是笑话。你这是播新闻呢，还是带货呢？你这么播不行啊！你要想留住人，你说话得有力度，你语言得有爆发力，你得燃起来吧，观众。为了保住这份工作，许岩开始跟着老板学习直播技巧，没日没夜的学习带货话术，还在家里练习了许久。可第二次试镜的时候，还是不能让老板满意。无奈之下，老板只能让他先去做主播。主播在那边介绍产品，他就不停的吃东西，吃到快要吐了也要忍住。可即使这样，还是不尽人意。要是跟人互动啊，就知道吃，吃也行，把自己塞得跟猪似的。吃相呢？那你是不是得吃得美，吃得香，这样才能勾起那个直播间下单的欲望？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做不好，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那个什么那个新闻主播的。直到第4次，他才终于成功，懂得跟观众们互动，知道该怎么推销产品。与此同时，乔林在刷视频的时候，无意间刷到了妹妹的直播，于是他通过语音明要到了许岩的地址。来了后才得知许岩和沈浩明正在闹离婚，在许岩口中了解到沈浩明做的所有事，替妹妹打抱不平。但一开始的确是我做错了。许岩现在想清楚了，沈浩明不是他想要的人，现在他只想尽快把婚离掉，不想再有任何欺骗，也不想再和沈浩明有任何瓜葛。可姐姐心疼他这样太辛苦了，比直播苦的工作多的是了，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坦荡，不像之前那样随时害怕被揭穿，清醒胆战的过日子。自许岩与沈浩明分道扬镳后，两人各自踏上了艰辛的奋斗之路。许岩投身带货主播行业，每日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从选品策略到直播技巧，从与供应商的周旋到与观众的互动，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智慧。而沈浩明则踏上了前往成安县工地的征途，他的任务是深入调查工程延期背后的真相。初到工地，沈浩明便被这里杂乱无章的景象所触动。钢筋随意堆放在露天场地，经受着风吹雨打，表面已开始出现锈迹。显然，这样的存储方式极易导致钢筋氧化，影响工程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沈浩明逐渐与工人们建立了信任。在一次次的闲聊中，他从工人们的口中得知了更多关于工程延期的细节。在建的楼房中，窗户尚未安装，内部材料毫无保护措施，一旦遭遇雨季，后果不堪设想。除了天气因素外，管理上的疏漏、材料的不当存放以及施工标准的缺失，都是导致工程进度受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些问题，沈浩明决定采取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工人，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与来意。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这次来这儿主要是调查我们工程延期的问题。随后详细列举了他在工地中发现的种种问题，从钢筋的锈蚀到楼内材料的保护，从施工标准的缺失到管理上的漏洞。沈浩明深知，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工程将无法通过验收，更无法按时交付。于是他果断提出了返工的要求。然而这一决定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带头的小包工头首先提出了异议，他声称公司目前资金紧张，无法支付返工所需的费用，要求沈浩明先解决资金问题，工人们才愿意继续工作。同时他还强调自己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施工，对于工程质量问题并无直接责任。面对这样的回应，沈浩明并未动摇，他敏锐地察觉到工人们施工质量的低下以及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为了激励工人们提高施工质量，沈浩明提出了签署个人合同的想法。他承诺只要工人们能够按照标准施工，保证工程质量，他将亲自监督工资的发放，确保每个人的劳动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小包工头的误解，他认为沈浩明此举意在挖角，试图将他的团队纳入麾下。面对误解，沈浩明耐心解释，他强调自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同时保障工人们的合法权益。为了打消工人们的顾虑，他还特意准备了一袋子现金，表示每天工作结束后，工人们都可以到办公室领取当天的工资。这一日结工资的承诺瞬间点燃了工人们的热情，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与沈浩明签署合同，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就在小包工头准备抗议并带领部分人离开时，沈浩明一个电话便叫来了一大批新的工人。在沈浩明的带领下，工地上的各项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起来。回到办公室后，沈浩明并未放松警惕，他向工程负责人询问了工程延期的具体原因。负责人解释说，材料和人工的涨价是导致工程进度受阻的主要原因。然而沈浩明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材料和人工的涨价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在于工程的多次返工，浪费了大量的材料和人力。他还暗示这其中可能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利益输送。3天，就3天时间，
把整个项目初始到现在所有采购的报价、实际支出、员工工资整理一遍给我。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许岩也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着。他成功申请成为了单独直播间的主播，开始了自己的带货之旅。在一次直播中，陈琳偶然刷到了许岩的直播间，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沈浩明。于是当沈浩明看到直播间里的许岩正在热情地推销无骨鸡爪时，他的目光被一个疯狂下单的观众所吸引。查看头像后，他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沈浩辰，于是一场无声的较量在直播间里悄然展开。沈浩明也加入了疯狂下单的行列，与沈浩辰争起了榜一大哥的位置。然而最终还是沈浩辰更胜一筹，稳稳守住了榜首。这50、70、100的，这好几百单了，能吃完吗？搞批发的？你管他是不是搞批发的呢？这就是他直播间的金主爸爸，妥妥的榜一大哥。许岩从未料到，在直播间里那个疯狂下单、占据榜一大哥之位的温暖的港湾，其真实目的竟是为了与他见上一面。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注，许岩内心五味杂陈，本打算婉言拒绝这份不期而遇的邀约。然而直播公司的老板却极力劝说许岩把握住这次机会，认为这或许能为他的直播事业带来新的突破。在工作的重压与老板的期许下，许岩最终无奈妥协，接受了与榜一大哥见面的提议。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许岩踏入了一家静谧的咖啡店，心中暗自揣测着即将见面的榜一大哥会是何等模样。他原以为会是一位中年男士，却不料被告知并不是他。正当他四处张望，心中充满疑惑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嫂子，竟然是沈浩辰。原来沈浩辰因长久未能见到许岩，心中思念难耐，无奈之下才想出了这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榜一大哥，温暖的港湾。我们老师教我的，家就是温暖的港湾。你们老师说的对。晨晨，直播间里下单的钱哪来的？他借助阿姨的手机，以榜一大哥的身份在许岩的直播间疯狂下单，只为能引起他的注意，进而获得一次见面的机会。阿姨得知此事后，出于对许岩的关心与帮助，也欣然同意了这个计划。然而当许岩得知真相后，却并未因此感到开心，反而觉得这份见面方式过于刻意。他执意将下单的钱转给阿姨，并明确表示不希望沈浩辰在任何的直播间下单。面对许岩的坚决，沈浩辰只得坦白，那几百单的无骨鸡爪，他已悉数送往了沈浩明经常捐助的福利院。这份善举让许岩对沈浩辰的印象有所改观。沈浩辰趁机提起，自从许岩离开后，沈浩明一直陷入深深的困苦之中。他看得出哥哥对许岩的思念之情，他恳求许岩能够回家，重新回到沈浩明的身边。然而许岩却只是默默聆听，未做任何回应。沈浩辰也补充道，沈浩明因工作原因出差去了外地，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倍感孤独。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吗？记得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想我的话，打电话给我，我就来接你，想去哪儿玩都可以。次日，许岩如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直播带货。然而这一次，一个不速之客的出现打破了直播间的平静。方磊在直播间内公然指责许岩，称她是一心想要嫁入豪门的捞女。这种言论瞬间引发了直播间的轩然大波。面对直播间内突如其来的指责，许岩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应对，直播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与尴尬。为了化解这场危机，许岩急中生智，拿起一个垃圾袋，将自己装了进去，以一种幽默而自嘲的方式缓解了紧张的气氛。虽然这一举动暂时平息了风波，但事后许岩还是被老板狠狠训斥了一顿。老板认为许岩在直播中的沉默与不当处理，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更令他不满的是，许岩还将榜一大哥给弄消失了，这无疑是对直播资源的一种浪费。为了阻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老板决定让许岩参加户外带货直播。在户外直播中，许岩依然展现出了他对待工作的认真与热情。他顶着太阳，耐心地为观众介绍每一款产品，用他的真诚与专业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喜爱。与此同时，沈母与他的朋友们在一次聚会中聊起了许岩。当得知许岩正在创业，众人纷纷表示，相对于这种不稳定的工作，还是新闻主播这样的职业更为稳妥与体面。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许岩在新闻主播岗位上的风采。就在这时，方磊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热情地邀请各位阿姨参加一个活动，却没想到这个心怀不轨的女人竟然将众人带到了许岩带货的现场。阿兰，是我眼花了吗？那个女孩是妍妍吗？当沈母与朋友们发现许岩正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时，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沈母本想上前与许岩打招呼，却似乎碍于面子而犹豫了。而众姐妹则开始纷纷吐槽，认为许岩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实在是有损沈家的风评与形象。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许岩的不解与失望。你再怎么说也是沈家的儿媳妇，卖大米鸡蛋，这么自降身价，只会叫人瞧不起。咱们几个才有钱几天啊，就忘本了。蕾蕾，你今天是故意让我来看戏的？
而面对太太团的贬低，于兰更是化身护系狂魔，将他们都对了回去。什么叫自降身价？谁瞧不起谁啊？孟总啊，你跟你老公开建材厂那会儿，也睡过仓库吧？马总呢？创业不需要日晒雨淋吗？你们家是做水泥厂起家的，那时候约你，每次见你从头到脚都是水泥，一拍一股子灰，忘了？你别看我暴发户嘛。说完，于兰根本没有理会方磊，转身离开。方磊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事后，于兰坐在车上看着许岩辛苦的样子，心疼的流下了眼泪。于是他特意派司机过去买了100单。这时一直跟许岩交好的美玲姐也过来支持许岩。小许，你一个人出来创业，我们都支持你，加油！许岩四处看了看，找到了坐在车上的于兰，心里无比感动。什么？我们家主播太牛了，商品进口，不是谁买的？于老板。我只是想要摆脱曾经那些错的，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既然决定了要离婚，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原来沈浩明得知许岩直播带货后，特意将自己收拾了一番来见他。下车，他看到许岩如此辛苦地干着这些活，眼里露出了一丝心疼。这一刻的他终于明白，许岩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为爱撒谎的小女孩，而他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选择用钱来解决。他认为许岩完全没必要辞职，来过这样的苦日子。我不需要。此刻的许岩已经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既然选择了离婚，那就跟过去的一切割舍，这样才能开始崭新的生活。他拒绝了沈浩明的帮助，并坦言自己和沈浩明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经历的事情都不一样。沈浩明学到的是知人善用、资源调配、关系制衡，而他只能抓住一切可以向上爬的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许岩承认自己不是沈浩明的对手，也承认如今的结局都是自己咎由自取。既然决定了要离婚，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看着许岩离开，沈浩明才如梦初醒，明白曾经的许岩是多么的美好，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隔天，许岩刚来到公司就被老板叫了过去。原来老板在昨天直播的弹幕中得知许岩之前是豪门儿媳，于是他心中开始打起了许岩的主意，让许岩在网上打造千金名媛的人设，每天在网上讲一讲贵圈的小故事，以及是如何嫁入豪门的，想借此让许岩大火一把，然后直播卖货赚更多的钱。许岩听完后想也没有想，直接拒绝了他的提议。当初他就是因为捏造了假身份加入了沈家，借着沈家的势力成为了新闻主播，现在好不容易卸下了那些沉重的担子，自然是不肯再次拾起。现在的他不想依赖任何人，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怎料老板却依旧不依不饶，无奈之下，许岩决定结算完这个月的工资就离开这个让他压抑不已的地方。怎料老板却恶意克扣许岩的工资，将助理宣传、联系商家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加在许岩身上，最终许岩的工资由原来的2万直接变成1400。工资明细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我觉得不合理。人钱少啊，那你就听我的呀，随便编个故事。你比如说，一个女强人嫁入豪门，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豪门，这人设多励志，分分钟成为头部主播，你就不用在这儿忍气吞声了。工资明细，麻烦发我邮箱，我不干了。许岩明白老板不会善罢甘休，为了不给沈家添麻烦，他选择了辞职。而许岩在失业后，还是会像往常一样来姐姐家，给他填补各种生活用品，却无意间看到姐姐为了省钱，把柜台里的试用品带回来。试用装很多人用过的，其实不太卫生的，哪能？许岩本想着再劝一劝，这时姐姐的朋友打来电话，还哭得十分伤心。原来作为服装设计师的瑶瑶极具有天赋，设计的服装也很好看，但却因为没有钱买配饰，在全国服装大赛上名落孙山。她哭得很是伤心，大家不停安慰着她。而看到瑶瑶的设计后，许岩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创业做服装生意。而许岩的执行能力也很强，他将大家集合到一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都很是赞同。眼下设计师有了，女模特有了，乔琳可以做妆造设计，许岩又很擅长策划营销，正好卡里还有15万，几人一拍即合，准备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服装品牌。但创业可不是那么容易，许岩想利用短视频来帮自己的品牌打广告，可视频发出去后，点赞和关注都不尽人意。有人点赞了，有人点赞了！哎，这几个月了，才41个赞。怎么搞的？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不怎么刷手机啊？不久前，沈浩明被父亲下派到子公司调查工程的事，项目负责人担心吃回扣的事情被发现，整日里联合包工头给沈浩明难堪。沈浩明很是聪明，一一化解了这些矛盾。怎料总经理不肯罢休，找到一群混混来到工地闹事，迫切的想要把这个太子爷给赶走。一个少爷刀子，我看他怎么斗这帮流氓。对，就是让他知道这滩的水啊没那么浅，他哪儿来呀？回哪儿去吧。晚上，沈浩明准备继续支持许岩的直播事业，却发现主播换了人。此刻的他心里无比的失落。隔天一大早，他就给秘书打电话，确定许岩的行踪，这才得知许岩辞职开始创业。但他这边很是棘手，暂时管不了许岩。这次秘书不
不仅带来了许岩的消息，还带来了昨天那帮混混头子王德福的资料。晚上，沈浩明直接做出了一个让众人意外的举动，他赤手空拳找到王德福，提出跟他一起散步。散步的时候，沈浩明一直一言不发，而是直接走到了王德福家门前，对着家里的老太太打了声招呼：“王阿姨。”哎，小水啊！哎，王德福无奈之下只能先让随从们离开，而沈浩明则跟王阿姨表示今天来家里是谈生意的。此时的王德福心里再不情愿，也不敢在母亲前面发作，只好将沈浩明请到家里去。而沈浩明则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建议王德福先不要想着收回工程款，忽悠他继续投钱修路，这样的话之前投入的钱就能成为投资款。不仅如此，沈浩明还答应，只要房子建成，王德福不仅能优先选房，还将小区里的绿化项目都交给他来做。王德福听完有这好事，立马同意与沈浩明合作。处理完这件事后，沈浩明就设了一顿简单的鸿门宴，邀请总经理过来谈谈。我请了新总经理，明天到任。什么呀？你这是鸿门宴啊？接着沈浩明又给了他一击。这段时间他查过账本后，发现上面的亏空全都进了总经理的口袋，说着还甩出几张他联合赌石老板吃回扣的照片。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侵占公司的资产，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的，是10年以上。总经理被吓得顿时腿软了，但沈浩明却给了他机会，只要他说出背后在金达集团的保护伞是谁，就放过他。很快，沈浩明就将名单交给了父亲，他也成功回到了总部工作。殊不知，名单上的曲总早已察觉到危机，他派人调查沈浩明的婚姻情况，想要一举扳倒沈家自己上位。另一边，许岩的服装创业不尽人意，乔林在回家的路上意外遇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前男友自认为乔林这次就是跟他闹矛盾，他们还是可以和好。可乔林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他们俩已经没可能了。就在两人纠缠的时候，于一鸣来了，他站在乔林面前，坚定地让男人不要纠缠，并说出了那句一直都没有说出口的话：我喜欢他。你说什么？两人的关系在这一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随后，乔林来到许岩家，发现大家都很是沮丧。原来昨天的视频发出去后，就只涨了11个粉丝，但许岩并没有放弃，他开始思考研一方的不足之处，与法国的一个小众品牌做对比，决定从产品的功能性和大众性着手。我觉得这个方向很对。如果按妍妍刚才说的话，我有一个预设想啊，就是下一次的视频，我们可不可以融入普通人一天这样的设定？普通人的一天，那就是整体都改得生活化一点呗。没问题，就按照这样，我们去改变一下方案，融入到下一期的新品里面。对呀，可以问题。不久前，为了给工作室拉投资，许岩每天游走各大老板之间，介绍工作室的产品，陪着喝酒应酬，可结果却不尽人意，大家都以知名度不高婉拒了。沈浩明每天下班都会在许岩的必经之地等着他，默默地关注着，看着他辛苦的样子，心里很是难受。每次当他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都会想起那天说的话：既然决定了要离婚，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了。就在沈浩明内心挣扎纠结的时候，乔林出现了。你在这儿干嘛呢？我来看一下妍妍。乔林一直想给妹妹讨回公道，他看到沈浩明后，说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虽然许岩有做错的地方，但他沈浩明也不是完全无辜。当初两人之间被揭穿后，许岩很是努力的想要挽回这段感情，可沈浩明却不相信他还利用他。但凡他对许岩好一点，也不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既然当初那么决绝，那么今天就没必要这么假惺惺的。沈浩明听完后并没有生气，表示自己现在是真心想帮许岩的，希望乔林能帮自己劝一劝。乔林二话不说就拒绝了。我们妍妍现在1分1毛都不会再用你的了，要不然赶紧走吧，以后也别再来了。隔天，许岩正常见客户帮严一房拉投资，这一幕正巧被蒋亮看到。之前在酒会上的时候，蒋亮就曾对许岩比较有好感，得知他自己创业拉投资后，更是猜到前段时间传出来的离婚风波很可能是真的。蒋亮很清楚许岩的能力，也很看好他的项目，但现在的严一方知名度太低，他不会轻易投资。可他为了帮许岩出面，介绍了一个很出名的摄影师，就这样得到了许岩的联系方式。之后两人相处后，蒋亮越来越喜欢许岩的性格，更是给他的严一房进行投资。另一边，沈浩明准备和巴莱金合作，通过多方打探，发现巴莱金是个极其重视家庭的男人。他认为一个能够经营好家庭的、爱护和照顾好妻子的男人，才是一个有智慧、重承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为了能谈下合作，沈浩明不得不厚着脸皮联系许岩寻求帮助。两人见面后，沈浩明依旧装作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表示自己现在可以给许岩一个融资的好机会。许岩一下子就戳穿了他：是你遇到的困难比较大吧？许岩很明白，肯定是他遇到很棘手的事情，才会迫不及待地找上自己。沈浩明见状，知道自己无法再维持刚刚那副姿态，只能开门见山向许岩说明情况。
况，表示需要许岩配合他再次扮演恩爱夫妻，出现在巴莱金夫妇面前，以此来博得好感，达成合作。说着把资料递到许岩的手里，许岩接过资料，了解完情况后，开始跟他谈起利益问题。而当他得知沈浩明要是能达成此次合作，能给沈家带来至少10个亿的时候，果断提出要100万的报酬，这让沈浩明很是惊讶。他知道做服装行业很烧钱，本以为许岩会提出更大的要求，没想到就只要100万。而为了再次和许岩搭上关系，他提出1000万，不过是入股而不是报酬。没等他说完，许岩直接拒绝了。我没有想让你来做我的甲方，这一次的合作是平等的，我只拿我的酬金，其他的我都不需要。听完这些的沈浩明心中无比酸涩，但他也只能答应下来。好，就这样说好了，100万当做你的酬金，但是你必须要记住，巴莱金先生很看重夫妻感情，我们必须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得非常非常恩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许我耀眼的高能情节终于来了！即将离婚的沈浩明和许岩达成合作，在客户面前假扮恩爱夫妻。原来沈浩明为了跟一对俄罗斯客户合作，特意找许岩帮自己。许岩提出了100万的报酬，两人各取所需。隔天夫妻俩就开始了变装秀，穿着一身芭比牛仔风的衣服来到酒店，只为引起巴莱金夫妇的注意。虽然两人表现得很是卖力，但还是错失了机会。Seems so in love。不过我不喜欢芭比，我更喜欢 Twilight 暮光之城的爱情。听完这些，沈浩明决定实施 B 计划，将自己打扮成暮光之城的样子，拼命在巴莱金夫妇面前刷存在感。These guys are like Edward and Bella. Yes, that's my favorite love story. Yeah, you remember we used to watch together? Yes, once that way. 可这一次还没有跟人家搭上话，幸运的是知道了巴莱金居住的房间，于是两人再次换装，来到酒店订下了巴莱金隔壁的房间。随后两人执行 C 计划，沈浩明给前台打去电话，定制了一个最贵的浪漫套餐，但故意把房间号说成隔壁的。在猫眼里看到服务员将蛋糕送到隔壁房间后，许岩和沈浩明就出来敲响了房门，说自己订的蛋糕不小心送错了房间。看到女人已经开始吃了，许岩立马露出一副很是失落的表情，接着走到他跟前拍马屁。这么美的鲜花蛋糕，就是要配这么美丽的夫人。许岩的这番话成功获得了女人的好感，邀请他们一起共同享用。许岩拒绝了，表示这么浪漫的蛋糕只属于美好的2人世界。我带你去酒店的草坪吧，听说很有名，还有节目表演呢。你们也去草坪吧，咱们到时候一起喝一杯。好啊，晚上见。就这样，两人成功跟巴莱金夫妻搭上了关系。回到房间后，许岩开始收拾行李，他本能的开始帮沈浩辰收拾行李。当他拿起衣服准备挂起来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这些都不应该是自己干的。于是他把衣服重新放到行李箱，让沈浩明自己收拾自己的行李，这让沈浩明心里有些失落。晚上来到草坪，4人坐在一起相谈甚欢。同时翟总的助理也注意到了这一幕。草坪上举办了有趣的情侣游戏，巴莱金夫妇很是踊跃的参加了。沈浩明在为两人喝彩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男人盯着许岩，顿时醋意上头，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了许岩身上。许岩则直接将衣服扔开。沈浩明见状让他注意下，别忘了他们还有合作。我不是你的下属，请不要命令我做事情和以前一样。听完这些的沈浩明有些意外，现在的许岩很有自我，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于是他问出了自己一直想要问的问题：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离婚？因为你利用我。难道你没有？但我是真的爱你。我说以前我也帮了你啊。在沈浩明眼里，他得到自己想要的，许岩何尝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觉得他们两人之间没必要走到现在这一步。什么意思？想挽回？我有挽回过啊，有用吗？所以你挽回。沈浩明心中想着挽回，可嘴上却总是说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否定许岩的能力，觉得他在外面创业，所有的钱都打水漂了，只有他才能救许岩，所以许岩只有回到他身边才能成功。听完这些的许岩直接对了回去：你凭什么高估你自己？你又凭什么贬低我？你觉得没有人要投我吗？我告诉你，想要投我的人都排着队呢。你要投啊？你排队好了。此刻的沈浩明迫切的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在投资。就在许岩准备离开的时候，却被巴莱金夫妻叫住。女人炫耀了一番自己的奖品，并建议许岩上去玩游戏。要玩吗，老公？来啊！然而两人玩游戏的时候，泼起水来一个比一个狠，丝毫不给对方留情面。我们对了，刚刚。不好意思，顺手了。接下来玩你画我猜的时候，两人丝毫不配合对方，很没有默契。直到许岩碰到创可贴这个题目的时候愣住了，他想起了那次在医院沈浩明给自己贴的卡通创可贴，那是自己最心动的时候。于是他对着沈浩明指了指手腕，沈浩明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创可贴，恭喜回答正确，太不可思议了！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我本来是打算去打掉的，但医生说，如果我这次打掉孩子，
以后就不可能再生了。我们都分手一段时间了，怎么可能？那个时间我只跟你有过。沈浩明终于敞开心扉，跟许妍讲述了他和方瑜的故事。原来许妍和沈浩明跟巴莱金夫妇告别后回到房间，许妍很是疑惑，他为什么不通过金达集团和巴莱金正式接洽，反而要费这么大功夫？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了吗？沈浩明听见后笑了笑，他如实的说出了自己在公司里的现状。其实他并不受沈父的信任，董事会的人面上看似很尊重自己，私下却十分不服气，所以他现在还不是董事会的人，根本不能用集团的名义来接洽巴莱金，因为国外板块一直都是金达的弱项，只要自己和巴莱金达成合作，就能成功进入董事会。虽然许妍能明白他进董事会的心，但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沈父会不信任沈浩明。沈浩明见状表示，当初自己未婚生子，坚持把浩辰带回家抚养，跟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并没有把许妍的原因说出来。而当沈浩明说完这些后，许妍还是问出了自己一直想要知道的事情。你可以跟我说说关于浩辰妈妈的事情，不想说也没有关系。沈浩明看了看许妍，说出了他和方瑜之间的事情。当初得知方瑜怀孕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手2个月了。记得那是个下雨天，他突然找上门说自己怀孕了，并表示如果打掉这个孩子，以后就不能生了，所以他选择生下来。而且这次过来并不是想让沈浩明负责，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此时的沈浩明还小，整个人都是懵的，但他还是负起了自己该尽的责任，陪着方瑜生下了这个孩子。没过多久，方瑜因为潜水遇到洋流不幸去世，方磊便带着亲子鉴定将孩子交给了自己。之后他把浩辰带回了家，导致和父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而为了不影响沈家的声誉，沈父更是对外宣布浩辰是他们的第二子。许妍听完后，让沈浩明试着理解一下沈父，因为他认为沈父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沈浩明好。其实不管他们长得多大，在父母眼里始终都是小孩子，但是不放心不等于不在乎不重视。而且这么大一个公司，背后有那么多的眼睛盯着他，一丁点错误就会被无限放大，因此父亲对他的严格或许是一种保护。许妍的开导让沈浩明重新开始审视起了父亲，而直到今天他才发现许妍的宝贵，但自己却弄丢了他。谢谢你，我确实有必要来到。那就早点睡。两人在准备睡觉的时候，沈浩明真的很想搞清楚谁给许妍投钱了。他不停地举例着自己周边的人，许妍就是晾着他不说。我的事情你不要管，你有没有权利知道？不要老是问这样的问题，注意你自己的位置。晚安。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殊不知背后却有人盯着他们。翟总为扳倒沈家上位，特意派商业间谍来打探许妍和沈浩明有没有离婚，想让他拍下两人闹离婚的证据。怎料这个人却是个傻的，他拿着相机爬到树上，没想到却被树下的农药毒到掉了下去。不死心的他趁许妍和沈浩明出去，想要趁着客房服务混进去，没想到却一头撞到了门上。好不容易费了9牛2虎之力进去拍了照片，没想到准备离开的时候，许妍和沈浩明回来了。没办法的他只好躲在衣柜里。明天早上他们就离开了。但是我要提醒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准备，那就要选一个恰当的时机，不要太着急的去谈生意上的事情。好的，谢谢你。你不用谢我，我们是按合同。不久前，两人还在因为与巴莱金合作的事情扮演恩爱夫妻。在逛街的时候，沈浩明还借着合作给许妍描了眉毛。起初，许妍看着旁边有人，为了完成任务只能答应，但看到对方认真的样子，不心动是假的，毕竟那是自己真真切切爱过的人。之后，两人回到房间，准备聊一聊后续的计划。突然，衣柜里传来动静。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两人并未表现出丝毫的慌乱或声张，而是默契地选择了静观其变。沈浩明心思缜密，他故意向许妍提及自己已与巴莱金达成重要合作的消息，以此作为掩护。随后看似不经意地打开了衣柜门，当那名男子的身影映入眼帘时，他随即以取毯子为由，巧妙地利用衣柜门夹住了男子的脚。这一举动既是对男子的警告，也是为了进一步观察其反应。事后，沈浩明向许妍解释，衣柜中的男子受伤不轻，极有可能是竞争对手派来针对巴莱金夫妇的间谍。他之所以没有直接揭穿，是担心打草惊蛇，让真正的幕后黑手逃脱。为了不让男子察觉到他们的怀疑，两人继续保持着日常的对话，言谈间未露半点破绽。不久之后，沈浩明与许妍一同前往拜访巴莱金夫妇。出乎意料的是，那名男子竟也出现在了会面现场。男子一见到沈浩明，便立刻换上了一副热情洋溢的面孔，主动与众人攀谈起来。他故意提起许妍与沈浩明最近传出的离婚风波，以及许妍辞职投身直播带货行业的决定。对于这些敏感话题，许妍早有准备，她从容不迫地解释道，自己辞职是为了创业，直播带货只是初步尝试，失败后他便转而创立了研一坊。男子见话题未达预期效果，便又拿出了自己偷偷拍摄的照片。照片中许妍与沈浩明分床而睡，似乎印证了离婚的传言。面对这一证据，沈浩明不慌不忙地解释，昨晚他们玩了一个泼水游戏，由于配合不够默契，两人互相泼水，结果闹了点小别扭，这才导致了分床而睡的情况。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如果二位真的不是分居，哎，敢不敢带我们去你房间参观一下？随后，一行人来到了沈浩明的房间。众人一进门便被眼前浪漫而温馨的布置所吸引。房间内不仅装饰的别具一格，还摆放着一些趣味横生的玩具，显然是沈浩明精心准备的。他们好有情趣啊！抱歉，破坏了你精心准备的惊喜。男子见状，心中暗叫不妙，但仍不死心，又拿出了二人在家中争吵的画面作为证据。然而沈浩明与许岩却镇定自若地解释，那只是许岩在做瑜伽，而他在一旁打电话，根本不存在争吵的情况。男子见无法再找到破绽，只好尴尬地提出晚上请众人吃饭以表歉意。晚餐时分，男子再次发难，他指出许岩未戴婚戒，这一细节立即引起了巴莱金夫妇的好奇。就在许岩一时语塞之际，沈浩明深情地望向他，坦言两人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小矛盾，他做过许多让许岩伤心的事，但回想起许岩在他工作繁忙时给予的支持，照顾他的父母，帮助他的弟弟，甚至在他事业上遇到困难时出谋划策，他深刻意识到许岩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虽然此刻他们是在演戏，但这些话却是沈浩明的真心话。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了许岩的婚戒，单膝跪地请求许岩的原谅。那下次不能这样。肯定不会。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岩眼中闪烁着泪光，他接过婚戒，并在众人的见证下深情拥吻。这一举动彻底打破了外界关于他们离婚的传言，也让巴莱金夫妇对这对夫妻有了更深的认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与考验，沈浩明终于赢得了巴莱金的认可。在巴莱金离开之际，他宣布沈浩明的公司正式进入了候选名单，这意味着他们将有机会获得巴莱金集团的重要合作项目。沈浩明也有机会能够进入董事会了。随着一切尘埃落定，许岩向沈浩明表达了自己准备回去的打算。不好意思，这几天我习惯了。这个习惯可以改掉。哦，你这个大摇头，万年不变。这个西服，8牛酒3件套，怎么了？你是潮汕用品吗？还有眼镜啊，你近视吗？你每天戴着干什么？装什么？装什么老千锋？即将离婚的许岩和沈浩明再也不装了，开始吐槽起对对方的不满。原来沈浩明在送许岩回去的路上，许岩还是忍不住把蒋亮是投资他的人说了出来。沈浩明听完后觉得蒋亮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全都是靠他姐姐懂什么投资。许岩看到他这副看不起人